首先来关注美国总统拜登任内的首次亚洲行。周日，在结束对韩国的访问后，拜登抵达驻日美军横田基地，正式开启访日行程。日本媒体分析，拜登访日看点颇多，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打造所谓的对华包围网。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周日指出，美国的印太战略正在引发国际上，尤其是亚太各国越来越多的警惕和担忧。至于印太经济框架，要对其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周日，韩国总统尹锡悦与美国总统拜登一同视察韩国空军作战司令部航空航天作战本部。尹锡悦表示，作战本部是美韩联合应对不断升级的朝鲜核岛威胁的核心基地，是美韩同盟的象征。拜登表示，美韩同盟遏制威胁并稳控局势，对朝鲜半岛乃至全世界都至关重要。한미가 공동으로 대응하는 핵심적인 장소이고 한미 동맹을 상징하는 곳입니다. 韩国航空航天作战本部位于京畿道平泽市的乌山美国空军基地地下掩体，负责管控执行朝鲜半岛战区航空航天作战。经济领域，韩国现代汽车集团会长郑义宣周日在拜会拜登后，宣布到2025年，在机器人科学等未来新兴产业领域增加对美投资50亿美元。若加上前一天公布的近55亿美元的投资计划，现代汽车集团在拜登此访期间承诺对美投资逾100亿。拜登强调，此举不但将为美国带来超过8000个制造业岗位，还将为美国经济带去新机遇，并加强美国经济安全。Investing aggressively in electric vehicles and battery production now, not tomorrow, now, is also important to strengthen our long-term economic security. 拜登访韩期间，郑义宣是唯一同其单独会面并公布投资计划的韩国企业家。美联社评论称，韩国公司在美国的重大投资反映了美韩借助两国长期的军事关系，建立起了更广泛的经济联系。报道称，拜登已把加强与韩国的经济合作列为优先事项。结束对韩国的访问，拜登随即前往日本继续亚洲之行。当天下午5时许，拜登乘坐专机抵达位于东京的驻日美军横田空军基地，开始进行为期3天的对日访问。这也是拜登就任总统后首次访日。他在抵达日本前夕，美军航母林肯号周六停靠横须贺基地。同日，一架有末日飞机之称的E-4B 指挥机飞抵冲绳美军加手纳基地。据日媒报道，拜登访日期间将礼节性拜会天皇，与岸田文雄举行长时间的美日首脑会谈，参加美日外交和经济部长2+2会议后的联合记者会，举行印太经济框架启动仪式，参加美日澳印4方安全对话机制第2次线下领导人峰会，以及与澳大利亚和印度领导人举行会谈。周二傍晚离开东京回国。共同社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指，双方会讨论构建核保护伞的重要性，即美国以核武保障日本安全，并会在联合声明中表明加强美国以核武与常规战斗力参与日本防卫，以进一步强化两国同盟关系。据日媒报道，鉴于乌克兰局势导致国际形势紧张，东京警视厅周日傍晚进一步提高警戒等级，动员1.8万名警察，建立最大规模的戒备态势，并落实反恐对策。但与在韩国遭遇各地市民团体集会抗议美国试图借强化韩美同盟激化东北亚紧张局势的情形类似，部分日本民众周日也在东京都内的知公园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拜登访日。いや反対ですね。まさにそういうアジアを軍事的にそういう危機的なね情勢に叩き込んでいくものとしてある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で、実際問題としてやっぱり日米安保同盟っていうことそのものがやっぱり本当にアジアを軍事支配していく同盟としてね、そもそもあるっていうふうに僕ら考えてるし、で今それを本当に日本も含めて自衛隊も含めて戦争をやるそういう軍事同盟にね、やっぱり転換させていくっていうことが今も進められてると思うんですね。クアッドの会談もすごく危険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個人的にはAPECって経済連携がまた日本が不利益を被る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って危険だと思っています。でとにかく日米首脳会談もやっていただきたくないので。クアッドっていうことも含めて、いわゆる合同会議ですよね。どういうふうに世界を再分割しようかということで、いわばブロックを作ろうとしているわけですよね。要するに表面的な戦争は、平和とか言っているけど、それで結局武器をどんどんウクライナに渡せばそんなことは本当におかしいんだと、そういう立場をしっかりと上げるためにもこのバイデンの訪日ってことは
反対なんだと、それは全く間違ったことなんだということをきっちり声を上げ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日媒指出，美日首脑会谈启动印太经济框架和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机制领导人峰会是拜登此行重点，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打造所谓的对华包围网。据美联社报道，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周五接受采访时称，该框架将与印太国家在供应链稳定、清洁能源、脱碳等方面进行合作，但最重要的是将展示美国作为该地区国家合作伙伴的坚定承诺。戴奇说，美国在亚洲非常关注我们与中国的竞争，印太经济框架将有效反制中国不断增长的影响力。彭博社直言，印太经济框架是美国政府为抗衡中国在亚洲影响力而提出的。截至目前，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对该框架态度积极。为什么他要在日本宣布这个呢？因为他要在亚太搞这个印太经济框架，他首先是离不开日本的合作。因为现在世界上的经济体，美国是第一，中国是第二，日本就是第三。因此，他要拉住日本，让日本明确表态：你加入不加入？你支持不支持？但有声音指出，拜登政府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旨在弥补因特朗普政府撤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而导致的战略空白。然而，该框架因缺乏市场准入等实际内容而饱受诟病，真实吸引力备受质疑。目前亚太经济合作进程有很多机制，比如说 RCEP 是吧？比如说 CPTPP 是吧？这些进程呢，美国他都没有参加，或者是他参加了他退出了。那么现在呢，拜登上台以后呢，觉得美国退出对美国不利，因为这样使美国失去了一个主导亚太经济合作的这样的一个主导权。那么因此他现在希望夺回来，他又看到中国现在在亚太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因此呢，他想另搞一套，把中国排除在外。那么印太经济框架就是他的实现他这种构想的一个手段。周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同巴基斯坦外长比拉瓦尔会谈后，针对记者问及美国正在大力推销旨在围堵中国的所谓印太战略，王毅表示，美国的印太战略正在引发国际上，尤其是亚太各国越来越多的警惕和担忧，因为这个所谓战略想抹去亚太的名称，抹去亚太地区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架构，还想抹去几十年来地区各国共同努力创造的和平发展成果和势头。亚太人民对霸权主导的冲突对抗记忆犹新，现在追求的是国家的稳定和生活的幸福。亚太国家普遍不愿意选边站队，主流的声音是希望各国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王毅说，美国炮制出来的印太战略打着自由开放旗号，却热衷于拉帮结伙搞小圈子，声称要改变中国的周边环境，目的就是企图围堵中国，让亚太国家充当美霸权的马前卒。尤其危险的是，美方私具伪装，挑动并大打台湾牌、南海牌，试图把其他地区搞乱以后，再把亚太地区也搞乱。事实将证明，所谓印太战略本质上就是一个制造分裂的战略，最终必然是一个失败的战略。本地区的人民要正告美方，早已过时的冷战剧本绝不能在亚洲重演。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动乱、战乱，绝不容在本地区发生。针对印太经济框架，王毅表示，中国同地区国家一样，乐见有利于加强区域合作的倡议，但反对制造分裂对抗的图谋。美国印太经济框架属于哪一类？首先要画出一个大大的问号，看透其背后隐藏的图谋。中方认为，评价的标准应当是3个应该和3个不应该：一是应该推进自由贸易，不应该搞变相保护主义；二是应该有助于世界经济复苏，不应该破坏产业链稳定；三是应该促进开放合作，不应该制造地缘对抗。王毅说，今天中国已经成为本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同地区各国的利益已经深度融合在一起。中国14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将继续向地区国家全面开放，互利共赢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试图拿一个什么框架来孤立中国，最终孤立的将是他们自己。编出一些规则来想排斥中国，必将被时代发展所抛弃。拜登亚洲行一个焦点议题就是正式推出印太经济框架，而台湾地区民进党当局在炒作参与世卫大会无果而终后，又试图挤进印太经济框架。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在泰国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还与台当局官员进行会谈。但据悉，戴琪并未在会晤中提及印太经济框架。周五，在泰国曼谷出席亚太经济合作会议贸易部长会议的戴琪，与台当局负责经贸谈判的行政部门政务委员邓振中举行会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新闻稿指出，两人重点讨论了深化美台经贸关系，双方预计几周后再次碰面讨论未来方向。据岛内媒体报道，自去年6月以来，戴琪与邓振中已经3次通过视频方式开会，并重启所谓美台自贸协定的讨论。相关谈判于2016年搁置。我想台湾一直想跟美国做了一件台湾认为最重要的事，就签自由贸易协定。就是说他们在 APEC 嘛 ，APEC 本身就有很多的问题。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新闻稿还特别强调，这次会面是在美国在台协会与台当局驻美代表处的架构下举行。不过，对于外界关注的两人是否讨论台湾加入所谓印太经济框架的议题，在双方的新闻稿中都未说明。戴琪在结束泰国之行后，于周日前往日本，与美方访问团会合，并见证拜登正式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在拜登提出这一新概念后，台当局多次表达参与意愿。但据路透社此前引述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曾在美国会闭门会议中透露，美方现阶段没有考虑把台湾纳入进来。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后来却在国会澄清，印太经济框架将是开放且具包容性，没有要把任何人拒于门外，包括台湾在内。但岛内舆论认为，布林肯的说法只是外交辞令，没有实质意义。中国国民党籍前民意代表林玉芳指出，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台湾地区，只不过是美国野心勃勃的印太战略中的棋子，只能选择跟随美方的步伐，根本没有任何话语权。拜登希望跟中国大陆竞争或者斗争，但是不要撕破脸的话，一定要好好处理台湾问题。而这里面其中的斗争，就是所谓的印太经济框架，所以这又是另外一个美国的一个战略上的大工程。他要一个他自己完全可以掌握的，以美国自己定他的游戏规则，他自己在主导一切的这个东西。那台湾可不可以加入？如果他担心针对性太强，那台湾也不加入啊。所以这个台湾没有选择的余地了。对于是否将台湾地区纳入印太经济框架，国际社会同样保持极大疑虑。据华盛顿智库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多数东南亚国家担心中国大陆被排除在印太经济框架之外，并对台湾地区可能参与感到不安。有分析指出，显而易见，印太经济框架绝非单纯的经贸合作，实质就是一个美国主导下的恶华组织。该区域内的绝大多数国家并不愿意绑在美国战车之上。另一方面，印太经济框架目前尚未成型，虽然有韩日两国为美国这一设想抬轿造势，但最终能否达到其战略意图，还需要看东南亚各国的反应。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如果太早提出要吸纳台湾地区加入，肯定会吓跑东南亚各国。美国打算等到时机成熟之后，再考虑批准台当局加入。香港中评社评论指出，印太经济圈国家普遍与中国经济连接紧密，如果印太经济框架是以深化围堵中国作为结盟的总目标，即可断定将以失败收场。民进党当局争取加入，美国承担不起冲撞中国大陆的风险，接受的可能性极低。退一步说，即使台湾能够进入该架构，恐怕也吞不下去。这个不是一个单纯的经贸问题，这涉及到美国怎么去结合亚太的国家，包括印度去对付中国大陆问题，所以这个是个很严肃的，隐含着军事结盟的那个议题在里头啊。虽然它表面上是一个经贸，所以这是个新的冷战啊。就在台当局热炒加入印太经济框架之际，第75届世界卫生大会已于周日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举行。不出意外的是，即使在美方大力加持下，台当局依然未能收到邀请。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周六提出质疑，蔡当局说未获邀参加是因为所谓大陆打压，那么为何在他任内，从2009年开始，台湾就可以年年参加？马英九还表示，蔡英文上台之后断绝两岸联系，但从过去20年经验来看，只靠所谓国际友人根本不够，两岸一定要直接协商。他呼吁蔡英文应恢复两岸协商，重建两岸互信，如此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马英九讲法是没错的，因为九二共识是当时是在马英九执政的时候，他所接受，
所赞成、所支持呢，两岸的关系在九二共识架构之下非常的平顺。可是民进党就是让它荡然无存，这个我们也很无奈。台湾的利益重要，两岸的和平相处、和谐相处重要，还是民进党的意识形态重要？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拜登周日结束访韩日程，转抵日本，准备召开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线下峰会。那么您怎么看拜登此次亚洲行截至目前所展现出的战略意图呢？主持人好，拜登的亚洲行呢，按照西方的说法是重新聚焦中国，在印太地区摆出对抗中国的架势。在访韩行程中呢，美韩提升了双边关系，给了一个新的名号——全球全面战略同盟。我想呢，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韩国新任总统尹锡悦呢讲了一个新的主张。他说呀，我们生活在经济即安全、安全即经济的时代，韩美呢双边关系也将相应的变化。不知道这个是借韩国的口说出美国主张，还是韩国呢认同美国主张，把经济和安全挂钩呢？这的确就是美国印太战略的核心。美国的印太战略呢，就是试图呀，把价值观相同、制度相似的国家纠结合在一起，从政治、经济、军事、安全各方面呢，遏制中国的影响力。那么，在经济及安全的主张下，美国主导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和即将发布的印太经济框架将进行整合和重叠，形成一个维护美国强权的印太联盟。即便这个联盟呢是松散的，也会形成一种势，从这个疫情应对、供应链稳定、科技研发、地区安全、气候变化等多方面扩大美国影响力，对中国呢形成某种制约。这当然是美国的如意算盘，能不能打起来呢，又是另一码事了。你比如说呢，美国的印太经济框架不是一个降低关税或者是开放美国市场准入的贸易协定，而是美国制定的经贸标准。很多印太国家呢是不太感冒的，不愿意掺和进中美两个大国的博弈之中。而且呀，印太经济框架还会对日本主导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CPTPP 产生影响。这呢会损害日本、澳大利亚、印尼、越南等国的利益。那么再说了呢，拜登的任期也没几年了，谁也说不准下一个美国总统会不会呢又来一个退群。我个人的看法是，拜登的亚洲行呢是兴冲冲来而欣欣然走，调门很高，但是呢成果微弱，这个扛花旗帜呢是举不起来的。美国试图把日韩拉在一起，共同对抗中国，那么您认为有可能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虽然日韩呢分别是美国的军事盟国，韩国与美国的关系呢也刚刚提升为全球全面战略同盟，但是呢要让日韩携手合作，恐怕呢想都不用想。尹锡悦当选韩国总统以后，74%的日本人呢认为日韩关系不会因此改善。虽然尹锡悦有意改善这个韩日关系，但是韩国国内的反日情绪呢是根深蒂固，几乎呢是不可能有什么新的起点而言的。2019年这个日韩关系呢就跌入了低谷。那么近3年来呢，双方几乎是没有高层互动，两国呢因为历史和战争的这个问题也发生了贸易战，韩国民间呢还出现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行动。那么加上呢两国的领土争端，在安全领域向来呢都是冲枪射箭，这都使得日韩难以相向而行。他们呢可以分别与美国合作，但是要两国配合来实现同一个目标呢，几乎是不可能的。拜登访问日韩呢，有意要助这个日韩改善关系，这呢也被美国实现为呢是实现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关键。尹锡悦呢曾经承诺寻求与日本建立更好的关系，但提出呀，这个日本必须正视历史，包括解决日本战士强迫劳动和性奴役问题。这日本呢肯定是不予回应韩国的要求日本正视战争历史。亚洲国家呢已经呼吁多年了，但就是看不到日本有所出动。相反，人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日本高官参拜靖国神社，否认战争罪行。由此可见呢，日韩是难以和解的。日韩不能够和解，也就会牵制美国的印太战略的实施。
这个韩日呢已经在暗地里较量了。实际上啊，拜登呢访韩的时候，尹锡悦呢说韩国也要争取成为全球枢纽国家，这其实呢就是针对日本，贬低日本。韩国眼中呢，东亚只有一个枢纽国家，不是韩国就是日本。韩国呢当仁不让，这就意味着已经呢和日本掐起来了。台湾当局有意加入美国倡导的印太经济框架，您认为可能吗？美国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在拜登亚洲行之前呢，过半数的美国参议院呢给总统写信，希望他呢把台湾列入印太经济框架。台湾当局呢也多次表态，希望呢加入到印太经济框架中。但是我认为啊，台湾地区呢是进不了印太经济框架的，美国也不敢接纳台湾。为什么呢？中方呢已经把话挑明了，反对台湾呢加入任何官方性质的经贸协议。中国的维护主权和安全是说到做到。如果台湾被接纳，那么美国呢就违背了一个中国原则，恐怕呢承担不起冲撞中国大陆的风险。其次呢，如果台湾被接纳了，这个印太经济框架就变质变味了，就会呢被视为是围堵中国大陆的工具。那印太国家谁还敢参加呢？中国大陆呢是东盟、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等许多印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把台湾接纳进去，这印太经济框架呀，那必然呢就会遭到这个中国大陆强力的反制。那其他国家呢也就别想和中国大陆做生意了。那美国的印太经济框架呢还没搭起来，就会被其他国家呢给冲散了。好的，谢谢陈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当地时间周六晚，澳大利亚工党在新一届联邦议会选举取得胜利。即将接任总理的工党领袖阿尔巴尼斯胜选后表示，下周二将出席在日本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线下峰会，并与美国总统拜登、印度总理莫迪会面。时隔9年再次执政的工党新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将开启澳大利亚新气象，还是延续莫里森政府的老路？来看报道。在连续2届联邦大选败北后，阿尔巴尼斯带领工党重返执政，自己也将成为澳大利亚第31任总理。当地时间周六深夜，阿尔巴尼斯在工党总部发表胜选感言，提及自己由单亲妈妈抚养，在公共房屋中长大的经历，称希望自己的经历可以鼓励澳大利亚人民追梦。他还提到，未来将专注的工作，承诺给澳大利亚带来改变。And I say to my fellow Australians, thank you for this extraordinary honour. Tonight, the Australian people have voted for change. My Labor team will work every day to bring Australians together. 阿尔巴尼斯表示，他的政府团队成员将于周一宣誓就职，周二将与新任华裔外交部长黄英贤一起前往东京，参加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阿尔巴尼斯称，他将告诉该机制的其他3国领导人，澳大利亚是强力伙伴。据悉，在峰会期间，阿尔巴尼斯还将与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印度总理莫迪单独会谈。岸田文雄周日也向阿尔巴尼斯表示祝贺，并说期待在东京见到他。日本共同社的报道称，岸田在贺词中强调，日澳有着战略伙伴关系，希望能继续展开合作。对澳大利亚而言，现在这种4国机制是它外交的很重要的这样一个依重的这样一个点，所以不会因为国内政治的这样一个变化有太大的改变。而且4国机制是美国力推的这样一个机制，而且澳大利亚以往对这个机制也是非常积极的，所以我想呢，这实际上是一个更多会是一个延续性。现年59岁的阿尔巴尼斯出身草根家庭，是一位资深政治家。他于1996年进入澳大利亚议会，曾在澳政府和工党中担任各种职务。2019年成为工党领袖。在工党上次于2007年至2013年执政期间，阿尔巴尼斯担任基础设施部长，并出任洛克文政府副总理。在外交关系方面，阿尔巴尼斯曾表示，澳大利亚应该利用靠近亚洲这一优势。澳大利亚洛伊研究院研究部主任赫夫勒马赫表示，这句话呼应了工党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做法。当时，时任总理基廷寻求与亚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此外，工党还承诺将对太平洋地区的对外援助增加5亿多澳元，以加强澳大利亚在该地区的外交和战略联系，恢复澳大利亚作为所谓太平洋大家庭首选合作伙伴的地位。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阿尔巴尼斯作为总理的首要任务之一，将是重建莫里森近年来忽视的外国领导人的关系，尤其是包括所罗门群岛在内的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尽管工党尚未公布具体的对华政策，但是根据澳中关系研究所此前的分析，工党和自由党在对华关系的立场上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他在选前谈及当前中澳关系困局时，并没有过多责怪现任莫里森政府，反倒声称澳大利亚没变使中国改变了姿态。不过竞选前，阿尔巴尼斯也曾多次公开表态支持中澳保持良好关系。阿尔巴尼斯会说中文，曾谴责在疫情期间冒犯华人的不尊重言论，承认华人社区对澳大利亚的贡献，并提出要修复与中国的商业关系。他曾公开说，任何有损澳大利亚利益的事都不是好事，所以我们要用心经营中澳关系。此类表态也被莫里森及其执政党当作把柄，在竞选中用来攻击阿尔巴尼斯，指责他与中国走得太近，对中国态度软弱。本月中旬，在被问及对华计划时，即将接任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的黄英贤表示，工党将优先提高澳大利亚的军事力量、外交能力和经济弹性。多数长期关注中澳关系的学者认为，如今的中澳关系是最近10余年来的低谷。选战中，工党的反华调门也不低。同时，在大的原则性问题上，工党彻底改变对华政策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但不管怎么说，工党的上台至少给中澳关系改善提供了一个契机。观察指，从目前的经济发展态势来看，澳工党上台后可能会需要中国的市场来解决澳的出口和就业问题，所以可能会寻求在贸易问题上保持和中国一定的缓和。但对限制中国在澳投资等重大问题上不会让步。在过去一段时间，这种中澳关系的恶化，实际上是澳大利亚国内的一些舆论，包括一些对华态度变化是有很大关系。新的这个澳大利亚领导人，短期来看，他的外交政策上调整，特别是在对华政策调整的概率是比较小的。那么将来我们可以就是期待中澳关系是有所改善。毕竟中澳关系呢还是有很多共同利益，中澳关系也没有核心利益这样一个冲突。俄罗斯方面周六表示，俄军摧毁了乌克兰军方大量军事武器，并已完全控制乌南部城市马里乌波尔，并将在顿巴斯地区加强进攻。针对当前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只有通过外交途径才能够最终解决俄乌冲突。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波多利亚克则称，乌方不会与俄罗斯议和，并强调俄罗斯必须被击败。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周六发布简报称，俄罗斯军队在基辅以西的日托米尔马林火车站地区使用海上发射的口径巡航导弹，摧毁了从美国和欧洲国家交付的一大批武器和军事装备。这批武器装备原本计划装备顿巴斯地区的乌克兰军队。俄乌军事冲突发生以来，西方国家为乌克兰提供了大量武器。俄罗斯现在看起来呢，他想把这个战争呢把它拉长啊，不是因为他的能力不行。而且他有意的就是想拖垮欧洲，因为你源源不断的运这个武器弹药的话，在西方一定会引起内部的反弹。现在很多西方的民众已经在抗议了，包括美国，现在有这个参议员公开来反对，就是说你把美国经济给拖垮。我觉得这个就是俄罗斯的一种战略，所以呢，集中攻击这个他的西方的武器的这样一个队伍的话，实际上呢，就是我觉得让这个乌克兰最终才能够屈服。俄罗斯国防部周六还公布了从亚速钢铁厂走出投降的乌克兰纳粹分子的视频。视频中显示，在对这批人进行搜查时，发现了极端主义书籍等物品，在部分俘虏身上还有大量的带有纳粹主义色彩的纹身，同时还从这批人身上搜出了外国军用速食食品。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乌克兰海军陆战队第36旅代理旅长证实，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的乌方武装人员已经全部投降，厂区内不再有乌克兰武装人员。此外，他还表示，亚速钢铁厂的乌克兰军队中有外国人。而随着亚速钢铁厂内守军的全部投降，完全夺取了马里乌波尔的俄军和乌东民间武装得以抽调兵力，加大对顿巴斯地区数个城市群的军事行动力度。另据俄罗斯塔斯社报道，俄空天军已在乌克兰使用了俄罗斯第5代战机苏57。苏57战机具备超音速巡航、超机动、短距离起降和比较优秀的隐身能力。苏57在俄罗斯空天军服役后，曾无数次在俄罗斯媒体的镜头中亮相，但因为装备少，苏57并无更多的实战经验。专家分析称，该战机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实验性质浓厚，象征性意义要远大于实际意义。与此同时，俄乌和谈仍没有任何进展。鉴于美西方持续对乌援助，战事被一拖再拖。周六，美国总统拜登在韩国出访时签署了近400亿美元的对乌援助法案。
同一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还同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进行了电话交谈，双方定于在周一举行的关于向乌克兰提供新的军事援助的西方国家协调小组第2次会议前夕，讨论乌克兰对武器装备的需求。值得注意的是，泽连斯基周六在与到访的葡萄牙总理科斯塔举行会谈时就称，乌克兰急需的远程多管火箭炮正在其他国家的仓库里睡大觉，而这关系到乌克兰的生死存亡。美联社在报道中称，这暗指美国拒绝向乌克兰提供相关武器装备。分析人士表示，美国持续资助乌克兰，不断向其提供武器装备，目的就是为了削弱俄罗斯。美西方为孤立俄罗斯，连续出台多轮对俄制裁，而在国际多边场合，俄罗斯则继续现身。但在为期2天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上，俄官员发言时又发生了与 G20 财长会议期间类似的一幕。美国为首的5国官员搞所谓退场抗议，而北约扩张遭到土耳其踩刹车。土耳其近日与瑞典、芬兰领导人以及北约秘书长通电话密集沟通。土耳其借机要挟的态度，让西方舆论提出要把土耳其排除在北约之外。为期2天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周六在泰国曼谷拉开帷幕。有与会官员透露，当俄经济发展部长列舍特尼科夫在会上开始发言时，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5国官员离席，以抗议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泰国外交部官员证实了这一消息，俄方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俄新社报道称，俄经济发展部周六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张图片，可以看到，当美国代表戴奇在会上发言时，俄方代表列舍特尼科夫的座位也是空的。自俄乌冲突升级以来，美西方国家并非第一次搞退场抗议。4月20号，20国集团财长会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当俄方代表在会议上发言时，以美国财长耶伦为首的美欧高官集体离席以示抗议。受邀参会的乌克兰官员也离席抵制。一些线上参会人员在俄方代表讲话期间还关闭了摄像头。对此，俄罗斯财长西卢安诺夫当时回应称，不应该将 G20 成员之间的对话政治化，这会削弱人们对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信心。实际上，除了部分美西方国家，愿意主动抵制俄罗斯的国家并不多。泰国外交部发言人周四表示，已邀请俄罗斯参加 APEC 会议没什么好讨论的，这是泰国的立场。泰国在2022年担任亚太经合组织轮值主席国。此外，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泰国3国外交部5月4号还发布联合声明，宣布11月3国将相继主办3场重要会议，分别是东盟峰会、20国集团峰会和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联合声明强调，3个主办国将为所有成员国或经济体提供机会，与所有伙伴及利益相关方合作。日本广播协会对此解读称，这意味着3个东盟国家顶住了部分成员国的压力，间接表态将邀请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所有成员国与会。它本来就是所谓的西方的这个盟主吧，那么一定程度上可以胁迫西方国家表示出团结一致。美国它动不动以制裁俄罗斯来重新这个来站队，让这个世界搞什么脱钩搞一种新的全球化，这个实际上也是不得人心的，代价也是非常高的。美西方压制俄罗斯，北约扩张是重要一环。不过，在芬兰和瑞典近期申请加入北约进程中，土耳其手握1票否决权，一脚踩了刹车，并借机提出各种条件。美国彭博社报道称，土方开出了大概10项条件，要求芬瑞2国以及美国等北约成员国一一解决问题，包括公开谴责库尔德工人党及其附属组织，承认其为恐怖组织，解除对土耳其的武器禁运，将土耳其重新纳入 F-35计划等。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周六分别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瑞典首相安德松、芬兰总统尼尼斯托通电话，讨论瑞典和芬兰申请加入北约问题。据土耳其总统办公室发布的消息，埃尔多安在与斯托尔滕贝格通话时说，除非瑞典和芬兰明确表明他们将在基本问题，特别是打击恐怖主义方面与土耳其团结一致，否则土耳其不会对2国加入北约持积极立场。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土耳其的安全关切应该得到解决。埃尔多安在与安德松通电话时说，瑞典应停止对恐怖组织的政治、经济和武器支持，并解除对土国防工业的限制。埃尔多安在与尼尼斯托通话时表示，期望土耳其针对国家安全和人民面临的威胁而采取的合法和坚决斗争得到尊重和支持。不过，芬瑞2国对土耳其让步空间有限。芬兰议会议长马蒂万哈宁周日对芬兰公共广播公司称，芬兰不会接受土耳其改变法律规则并引渡无罪之人的要求。土耳其借机要挟北约的做法也让美西方舆论大为恼火。
中东论坛主席、美国历史学家和东方学家丹尼尔·派普斯日前批评了土耳其过去20年来国际政策的方方面面。派普斯总结说，因为在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土耳其应该被排除在北约之外。不过，土耳其的军事实力在北约内名列前茅，是北约第2大常设部队，仅次于美国军队。而对土耳其来说，保留在北约内部也可以更好地维护自身安全，同时能为其未来加入欧盟做好铺垫。有分析认为，土耳其是想利用芬兰和瑞典入约，把对北约和美国的不满都提出来，争取在他开出的条件上谈判，并获得有利结果。一旦芬瑞进入正式申请程序之后，土耳其会见好就收，也会知难而退。土耳其这些年来不断地跟北约点眼药，跟美国点眼药，就是要显示自己的这个价值，这是他的外交的一个传统啊。我觉得美国也好，或者其他的北约成员国，应该会做工作，他的这些全部的条件不可能满足，但是部分会满足他，使得呢，因为现在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还是要尽快，不能夜长梦多。芬瑞入约还面临俄罗斯方面的压力。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周五表示，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导致俄边境军事威胁增加，莫斯科正在采取适当的反制措施进行回应，其中包括将在西部军区组建12个全新的军事单位。有观察认为，1个月以来，俄方在外交上的表态已出现明显变化，从开始时的强硬到如今的务实。俄罗斯目前的主要矛盾还是乌克兰问题，如果波罗的海方向再出现情况，俄方将四面受敌，因此俄方不会在这时让局面更加复杂化。现在这种威慑隐忍，实际上是希望瑞典和芬兰是一种打折版本的加入北约，或者是一种对俄罗斯伤害不是那么大的这样一个方式。我觉得这2个国家也是很清楚的，他不想去跟俄罗斯的这种长期的激烈的对抗，所以他可能是一种加强加入北约，追求一种安全感，但是也不想去过度的刺激俄罗斯。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你好。乌克兰首席谈判代表当地时间周6宣称，俄罗斯军队必须撤出乌克兰，围绕和平进程的谈判才能恢复。那么您如何展望俄乌谈判前景呢？乌克兰首席谈判代表的这个表态，依然坚守此前多轮谈判时的乌方立场，那就是俄军必须全面撤出乌克兰。与此形成尖锐对立的是俄方谈判立场，条件有4：第一，乌克兰必须去军事化；第二，承认克里米亚归属俄罗斯；第三，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的独立；第四，修改宪法，删去加入北约的条文，并且放弃加入任何联盟。两相比较，你会发现双方实际上根本谈不到一起。毕竟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你也休想在谈判桌上得到。这句话对俄乌双方而言都是适用的。一方面，俄军没能实现速胜目标，让基辅当局改换门庭，自然就很难要求泽连斯基政府修改宪法，自废武功。另一方面，乌军无法有效阻挡俄军在东线的蚕食，战线无法反推，你又怎么可能祈求敌人扭头退出呢？俄乌冲突开打至今，确实来到了一个节点。自今年2月24号，泽连斯基宣布乌克兰进行为期90天的全面军事动员以来这剂猛药即将迎来尾声。基辅方面是否会进行新一轮全面军事动员，进一步压榨出更多兵员前往东线战场，这将是这几天最大的悬念。乌克兰国防部长此前透露称，不排除将再征召100万人入伍参战。对于4000多万人口的乌克兰而言，这几乎意味着可能有一整代人要被牺牲掉了。乌克兰军情部门负责人投书《华尔街日报》称，这是一场所有乌克兰人的战争，没有谁能强迫乌克兰停止战斗。除了1991年的国境线外，我不知道其他任何边界划分的存在。但这位少将也不得不承认，乌克兰高度依赖西方军事援助，尤其是中远程导弹系统、大口径火炮、战斗机等等。这就将话题引向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决定乌克兰战争潜力是否可持续的，恐怕不只是兵员数量，还有技术兵器数量。那么技术兵器的消长又是如何影响乌克兰的战争潜力呢？什么是技术兵器呢？我们一般将坦克、火炮、飞机、防空导弹、雷达系统这些造价不菲、具有一定科技含量、需要士兵长期学习训练的武器装备称之为技术兵器。要想发挥它的效能，需要持续投入时间进行人机协同训练，也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
人机合一、人车合一境界。一旦丧失了技术兵器，一支军队的战斗力将会大打折扣。比如说，失去主战装备的坦克兵、导弹兵、雷达兵、飞行员，都只是人手一杆枪的步兵而已。在我看来，俄军大致上做了几件事情：第一，大量摧毁乌军战场上的技术兵器；第二，大量摧毁乌克兰军事工业体系；第三，针对性摧毁位于乌克兰西部军事仓储区里的北约军援物资。在这三板斧之下，乌克兰的战争潜力实际上正在被有效扼杀。窘境之下，乌克兰出人，美西方出气，共同构成了一个形态怪异的战争机器。但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可持续的模式，因为总有一方会回过神来。另一方面，从外部环境上看，俄罗斯正面临被美西方国家孤立的窘境。这几天，在泰国曼谷举行的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上，美俄代表就在对方发言的时候互相离席。您怎么看这场在国际外交场合的无形交锋呢？国际外交场合有一套约定俗成的外交礼仪，遵守或不遵守这套礼仪，都能传递出相应的外交信号。从这个意义上看，美俄代表互相离席的举动，实际上都是在用实际行动表达自己的不满。美国非常善于在国际舞台上搞拉帮结派、群殴霸凌的那一套。对于已经深陷经济制裁的俄罗斯而言，这种所谓孤立只不过是百上加斤罢了。真正的问题在于，这场俄乌冲突一日不平息，国际之间的紧张关系、国际市场的焦虑情绪，恐怕是很难得到舒缓的。简而言之，仗只要打下去，俄罗斯的外部环境只会朝向更恶劣的方向跌落。但事情并非没有转机。东盟系列峰会、G20 峰会、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这3场重要的国际多边会议将于今年11月扎堆在亚洲举办。3个东道主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泰国顶住了来自美国的压力，均对俄罗斯的参与展现出了积极开放的态度。在东南亚这个不完全以美国意志为转移的区域里，可能会是俄罗斯实现突围的绝佳机会。我依然坚信，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主题。问题就在于，世界各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凝聚起这个共识，让乌克兰战局的各相关方坐下来，共同探讨出一个可行的战争退出机制。好的，谢谢吴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